姐姐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，撒手人寰。母亲求我给姐夫续弦，我也不含糊，直接道：外甥金贵，不听话能不能打？母亲连连点头，自然可以。外甥女娇弱，犯错了能不能批评？没有问题。我最后道：那姐夫呢？早看他不顺眼了，能不能揍？母亲抹了把汗，这得问你婆母了，毕竟她也不是我生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长姐过世后，母亲日夜思虑，寝食难安。我每每见她挂着2个黑眼圈，对我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便十分不爽。这些年来，姐姐是在她和父亲身边娇宠着长大的，而我却是在嘉峪关被外祖父外祖母养大的。母亲本就亏欠了我，可待我归家后，却没想好好给我寻一门亲事，反而打算让我去给姐夫续弦。好在他和父亲还知道顾忌，并不敢直接提，只日日在我面前唉声叹气。我心中不忿，本想给外祖父去信，带着人马回家峪关去罢了，谅他们也说不出什么。可偶然间，我瞥见母亲发间的银丝、晦暗的神色，以及父亲日渐佝偻的身躯，终究还是有些不忍。罢了，就当还他们生我之恩了。于是我干脆和母亲开门见山，嫁去晋阳伯府可以，但一切都要听我的。母亲激动得掩面而泣，我的儿，娘就知道你还是惦记我们的。我冷淡地说，打住，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省得日后扯皮。母亲讪讪地擦了擦眼泪，说，你这孩子啥都好，就是这性格，太随你外祖父了。说完她连忙道，你愿意嫁去伯府，那再好不过。你也知道，你姐夫公务繁忙，顾不上2个孩子，云姐才6岁，若无母亲教养，将来如何寻个好人家？幼哥只有3岁，怎能好好长大？若是落到继母手中，你姐姐泉下有知，死不瞑目啊！说着说着，又要开始掉泪。我叹了口气，头更疼了。说起我姐姐，确实命苦。她温婉美貌，贤良淑德，虽然和我相处的时日不多，可待我一直很好。姐夫是晋阳伯府的世子赵玉华，生得仪表堂堂，文武双全，现下在刑部任侍郎。他们夫妻门当户对，还育有一双可爱的儿女，这婚事几乎人人艳羡。可姐姐体弱，去年年初一场风寒就要了她的命。现在姐夫出了孝期，晋阳伯府传出话来，想要和我们岳家延续两姓之好。母亲本不太同意，她毕竟了解我，知我从小自在惯了，不愿去高门大户过日子。可姐姐留下的2个孩子让她太过牵挂。如今伯府人口复杂，伯夫人身体不好，家中钟馗乃是2房的夫人李氏掌管。李氏也有一子，比幼哥大2岁，他为人尤为喜爱掐尖出风头。姐姐所出的2个孩子整日困在自己院子里，被奶娘带着，越发小家子气。若是继母进门，2个孩子后面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我左思右想，终究放心不下，无非是花10年时间罢了。10年后，云姐儿也该出嫁了，幼哥亦能长大成人。届时我26岁，再回嘉峪关就是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对母亲说，既然是托付于我，我便要行母亲职责。幼哥金贵，犯了错，我可能打他。母亲连忙点头，自然可以，若是你不打，捧杀宠溺，我才担心呢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继续，那云姐儿呢？能不能骂？没问题。母亲还算是明理。我最后道，那姐夫呢？我早看他不顺眼了，能不能揍？母亲抹了把汗，这得问你婆母了，毕竟他也不是我生的。最后我正重道，母亲，你可信我？母亲深深望着我说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更是你外祖父教养长大的，智勇双全，一身正气。我不信你，就没别人可以相信了。有这句话就够了。就这样，我带着从嘉峪关带回的人手和大批嫁妆，如众人所愿，浩浩荡荡嫁去了晋阳伯府。续弦一般都没有我这般丰厚的陪嫁和阵仗，晋阳伯府的人眼明心亮，立刻明白了我在娘家中的地位不输姐姐。新婚之夜，我本想和赵玉华说清楚，从此搭伴过日子，养孩子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谁知直到月上中宵，这厮才喝得醉醉醺醺的，被几个小厮踉踉跄跄地扶回房里，倒头就睡。我的侍女们面面相觑，道：姑爷怎能这样？
新婚夜不喝交杯酒，不洞房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再说他又不是什么毛头小子，岂会这么容易让人灌醉？说到底，还是对我这个续弦夫人不够重视。我想，可能他也并不想我很快有孕，以致影响了姐姐留下的2个孩子。既然目标一致，我无谓难为他，于是挥了挥手，让手下人给他换了衣服，扔到了软榻上。转日，赵玉华悠悠醒来，我早已梳妆打扮好，满屋子的侍女都在等着他。他见我神色如常，并无委屈怨怼之色，有些诧异，解释道：“昨夜中山侯他们灌我酒。”我打断了他苍白的托辞，道：“夫君该去祠堂认亲了。”赵玉华见我神色清冷，眼中全是冷意，只怔了片刻，道：“好，我这就收拾。”等他整理妥帖，便带着我往赵家祠堂走去。一路上再无半句话说。听姐姐以前的丫鬟说起过，赵玉华为人严谨，行事沉稳，平日惜言如金，讲究说话不说破，在家中颇有威严。姐姐和他相处时，往往需要加倍小心揣测他的心意。若是猜对了，自然能得他一个肯定；若是猜错了，他不会疾言厉色，只是会冷淡待人，让姐姐自己琢磨清楚。姐姐和他过了几年日子，从来都是小心伺候着他。这次他和我的新婚之夜故意醉酒，假如我能温和大度的理解，他定然会给我个好脸色。可我并没有，所以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个不够贤惠温驯的女子。他们这些自负的士大夫都有一套背后叫妻的办法，可惜我没心思理会他。认亲之时，我终于见到了伯府一众亲眷。晋阳伯府人丁兴旺，除了大房和二房是嫡出，还有3房4房都是庶房，听说还有几个姑奶奶都已经嫁出去了。伯太夫人看起来温柔和善，不过脸色苍白，显然身子骨不太好。当家的二夫人李氏精明中透着霸道，话中句句都是讥讽，听闻姐姐和她相处时，总是落于下风。她对待我，显然也是想压我一头。等平辈一一见过之后，姐姐的2个孩子都被奶娘带着向我行礼。云姐儿也就罢了，礼行的中规中矩，可佑哥却畏畏缩缩的，看起来很是怯懦。赵玉华皱着眉，眼中露出不悦之色，似乎对这个儿子不够满意。佑哥被自己父亲一瞪，眼中恐惧之意更浓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拳头已经有些握不住了。认亲过后，太夫人温和地让我回自己院子休息。我从善如流，顺便把2个孩子带走了。等到了自己院里，我先是吩咐下人去安排嫁妆和我带过来的人手。随后，我对云姐儿和佑哥说，以后你们每天早上来我这边吃早膳。云姐儿早已被奶娘教过，老实认真地说，是，母亲。佑哥的奶娘宋氏却低声道，夫人，哥儿年纪还小，起不了太早，不如奴婢每日晚膳带他过来。我抬眼看了宋氏一眼，早听说他这个人尽职尽责，把佑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看待，倒是不假。可孩子长期交给这样眼界短浅的妇人，是无法在这高门大户中生存的。我淡淡道，佑哥3岁了，已经不小了，我这边早膳的时间并不是很早，只要早睡早起，没什么起不来的。望着宋氏的眼睛，我慢慢道，大爷公务繁忙，每日只有早膳能在家里用，佑哥已经没有了亲生母亲，难不成一天到晚连父亲的面都见不着吗？佑哥和赵玉华接触的越少，越容易害怕。男孩不能永远在奶娘母亲身边成长，更需要父亲在旁教养栽培。宋氏嗫嚅道，是，就听夫人的。云姐儿的奶娘翟氏见宋氏吃了瘪，眼中微微露出得意之色。安排好后，我便让孩子们回去休息。就这样，日子平静而有序地展开。赵玉华自从上次被我在众人面前打断了话语之后，并没有再来和我解释什么，只一门心思地忙着公务。夜里也不来我房里，直接去他的小妾柳氏和苏氏那里。慢慢的，府里边有人传出闲话来，说我不受世子的喜爱。我充耳不闻，反正他每日早膳时会过来和我一起用，算是给了我一点应有的体面。我知道赵玉华是在惩罚我，要杀我的锐气，可我当真求之不得，本也是没心思去应付他的。每日我会让小厨房给云姐儿和佑哥做些合口味的饭食，细心过问他们的生活，顺便让2个孩子和自己的爹亲近亲近。佑哥一开始面对赵玉华，拘谨的连筷子都不敢动。
几天后，终于敢偶尔说几句话，至少敢说我要吃包子，或是我想喝小米粥。再往后就没这么磕磕巴巴。他年纪还小，很容易受到大人的引导和感染，且孩子都是一心如木，没人讨厌自己的亲爹。而我只有在2个孩子在的时候，会表现得温和亲切。孩子一走，我瞬间把脸冷下来，再也不看赵玉华一眼。纵然赵玉华再沉稳如老狗，也不免被我这样大的反差弄得不上不下。有一次，云姐儿给我带了一条她编的烙子，虽然还很稚嫩粗糙，可被我夸到天上去了。真好看，真漂亮，云儿是要送给母亲吗？我笑着说。云姐儿红着脸说，我把烙子递给赵玉华，说，你看看，我们云姐儿多心灵手巧，简直和姐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赵玉华习惯了我只有这时候才会搭理他，只轻轻地了一声。我示意他多说几句，声音隐隐含有威胁道，夫君，你说是吗？赵玉华瞥了我一眼，才说，云姐儿做得好。云姐儿果然很开心，脆生生地说，回去我给父亲也做一条。佑哥喊道，姐姐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云姐儿却没说话，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我早就发现了，云姐儿好像有点讨厌佑哥。按理说，他们俩是嫡亲姐弟，还都失去了母亲，应该更加团结紧密才是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我愣神的功夫，2个孩子已经被带回去了。可赵玉华却没走，喊我道，夫人。咦，他怎么还在？我微微蹙眉，夫君，还有事？赵玉华也不生气，反而饶有兴趣地说，日后我能唤你归名无咎吗？他这是犯的什么病？我挑挑眉道，夫君想叫什么就叫什么，一个名字而已。赵玉华坦然道，无咎，你我已是夫妻，不用这么生分，你也叫我玉华即可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轻声道，这段时间你初来乍到，事事做得很好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本来我还担心你姐姐去后2个孩子会受苦，却没想到你能这般体谅他们。看看，就算是条狗，也有心肠，能分清好坏。我淡淡的说，夫君客气了，这都是妾身应做之事。赵玉华见我不肯唤他的名字，自嘲的笑了笑，说，罢了，日子还长着，你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我会多包容的。可你也要记住，不要恃宠而骄，为人妻还是要温良恭俭为上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啪的一声放下茶杯，妾身还有事，就少陪了。神经病，谁耐烦听他这些？我外祖父都没有这么重的爹味儿。我心里记挂着云姐儿和佑哥的事，于是轻轻走到佑哥的住处。丫鬟们说宋氏带着佑哥去花园玩了，我点了点头，径直跟着去了花园。可刚到花园门口，就听到里面2个孩子的争吵声。这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这是我母亲送我的。你哪里来的母亲？你母亲死了，那是你继母。我听得心头火气，闯进去一看，原来是2房李氏的长子聪哥在和佑哥争吵。聪哥比佑哥大2岁，身量明显高上一些。他把佑哥手里的9连环抢到手里，还狠狠推了佑哥一把。佑哥委屈的眼泪都涌了出来，眼圈红红的，十分可怜。可宋氏连同几个丫鬟似乎已经习以为常，只安慰佑哥，说院子里还有别的玩具。我强压下怒火，大踏步走过去，一把把玩具抢了回来，骂道，聪哥，你是哥哥，怎么还欺负弟弟呢？佑哥见我来了，犹如看到了救星，哭着说，母亲，哥哥抢了我好多玩具，一直抢我的。宋氏连忙道，夫人，小孩子间玩耍打闹，不用这般。我冷眼扫过他，只看得他不敢出声，随即用手戳了戳聪哥的眉心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不学好？聪哥哪被人骂过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他身边的婆子连忙走上前挡住我，不满道，大夫人，小孩子家闹着玩的，您是大人，怎么能拿孩子的东西？刚刚一群大人站在这儿装死人，现在跑出来显眼了。我反手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，我说，聪哥怎么学坏了，都是你们这些刁奴教的。婆子捂着脸哭道，你怎么打人？我冷冷地说，聪哥抢佑哥的东西，你们不拦着还挑唆，难道不该打？我告诉你们，佑哥是没了亲生母亲，可还有我岳无咎，有我们岳父。我外祖父是威猛将军，在嘉陵关保家卫国。
若是被他老人家知道你们欺负他重孙，他老人家直接砍了你记起。”我这一番话说出来，吓得那婆子和几个丫鬟纷纷脸色惨白，浑身打颤。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，只是觉得幼哥母家人管不到这里罢了。教训了这群人之后，宋氏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夫人，这会不会太过了？毕竟是二房的人，二夫人她。”我厉声道：“有人欺负幼哥，你不来告诉我，反而让孩子忍让。幼哥是赵家的长子嫡孙，难不成还要受气？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闹出来就是要让满府的人都听着，看以后还有谁会小看姐姐的两个孩子。在高门大户，这些下人都是有样学样。如果一开始不受尊重，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。”还没到晚上，二夫人李氏就一状告到了太夫人那里。嫂子刚嫁过来就打了聪哥和奶娘，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气性。两个孩子本来玩得挺好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太夫人年纪大了，最喜欢家族和睦，希望每个子孙都亲亲热热，不喜欢我这样挑事的刺儿头。她派人把我叫过去时，一众女眷都在正堂等着我，每个人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一时间真落可闻。我挑了挑眉，这点破事搞得跟鸿门宴一样。老大家的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太夫人难得严肃地对我说。二夫人在一旁委委屈屈地添油加醋道：“嫂子还年轻，脾气大些是有的，可我们聪哥才5岁，被他吓得回去都发热了。说到底都是我这个当母亲的没用。他倒是很会颠倒黑白，怪不得我姐姐以前总吃他的暗亏。”我还没开口，赵玉华也赶了回来，对太夫人道：“吾舅他年纪还轻，难免爱子心切，乱了方寸。”他还没说完，太夫人不悦地摇了摇头，这也不是打骂聪哥的理由。一家人手足和睦才是根本。这些年来，李氏经常带着聪哥在太夫人面前讨好卖乖，尽管都是孙子，太夫人肯定更看重前者。赵玉华最重笑道，见母亲动怒，赶忙对我说：“吾舅，快些向母亲认错，再给弟妹赔个不是。”什么就让我赔不是？我冷笑，推开他走出来，淡淡的说：“今日之事，实乃媳妇不得不为之。”太夫人皱眉道：“你这什么意思？”二夫人嚷嚷道：“嫂子可真够嘴硬的，欺负孩童还有理了。”我也不求他给我赔礼道歉，只求他以后别再吓唬我们聪哥，我们二房也就这一个儿子。此时赵玉华也有些不满，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倔？”这一群人围过来，简直就像要吃了我。可我不是吓大的，在嘉峪关面对外敌时，我尚且不皱眉头，何况是这一屋子低能妇孺。我一字一句道：“我也是今日方知，聪哥欺负幼哥师母已经1年之久，弟妹明明知道，竟然不曾管束。可怜我姐姐泉下有知，不知道该多么心痛。”说完，我拿出一个单子，上面写着这1年来所有被聪哥抢去的玩具物品：九连环、竹蜻蜓、拨浪鼓、琉璃灯，林林总总，不下一整页。你们看看，我也嚷嚷出来，这琉璃灯是我姐姐的陪嫁，连这你们也不放过。到底是孩子间玩闹，还是你们二房想要打劫？想要东西直接说，我们岳家给得起，就当打发要饭的了，只别弄得这么难看，伤了孩子间的情分。李氏接过这页纸，脸色微变道：“哪有这些东西？嫂子也太能编了。”我冷笑：“有没有？去你院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姐姐的嫁妆都有我们岳家的标记，要是没有，我给你侦查认错。若是有，也不麻烦，你把这些东西一股脑都吃了，我们岳家就算了。”我说的言之凿凿，而李氏脸色大变。这些东西都是零碎小物件，他平日里肯定见过不少。3件5件确实无所谓，可数量多了，就有些说不清了。情势顿时翻转过来，太夫人皱眉看向李氏，道：“这可是真的？”李氏低声辩驳道：“没有这么多，平日都是孩子间玩笑，兄弟之间交换个玩意儿是常有的。”我哈哈大笑，既是交换，怎么我们这边没有你们二房的东西？原来弟妹管这叫交换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吉。李氏辩解了几句，实在太过苍白，只能道：“定然是聪哥身边那几个刁奴糊弄了我，母亲放心，回去我便狠狠地责罚他们，此事再不会有了。”事已至此，所有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太夫人思忖片刻，道：“幼哥母亲去了，本就可怜，你回去要好好教育聪哥，
下次万不可再如此了。李氏连忙道：“母亲说的是，聪哥才5岁，哪里懂得什么，定然是被身边的人挑唆的。嫂子也是的，跟妾身好好说就是了。”太夫人缓缓点了点头，这是想要大事化小，还倒打一耙。谁同意了？我朗声道：“太夫人，聪哥一而再再而三地抢佑哥东西，说到底还是缺乏管教。这都是自家人还好说，可要是闹到外面去，可真是让人看笑话了。再说，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拿的，其中有个玉如100件是陛下赐给我外祖父赠与姐姐的，这御赐之物也能抢走，传了出去，恐怕事情就大了。”我说完，众人终于都变了脸色。御赐之物，伯府众人齐齐变了脸色。李氏声调微变，道：“什么御赐之物？这可不敢乱说。”我道：“就知道弟妹不敢认，好在这一下午我也没闲着。红渊，告诉二夫人，现下这玉如意在何处？”红渊从我身旁走出，清脆道：“奴婢打听清楚了，聪哥抢走的东西全都放在他床下的箱子里，少说也有30-50件，那玉如意也在里面。这丫头以前在嘉峪关做过斥候，用在内宅勾心斗角，实在是大材小用了。”我转身对太夫人道：“母亲，东西有没有？您派个人去找找就知。”太夫人被我架在火上，无奈之下，只能找了她心腹的婆子过去。我不想给他们藏私的机会，对红渊说：“你也跟着。”红渊大声道：“是。”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那一箱子玩具便被抬了回来。李氏再无可辩，脸色难看的厉害，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心知聪哥一直欺负佑哥，却没想到这么过分。这都是误会，嫂子、母亲，这都是刁奴惹出来的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那柄小小的玉如意拿了出来。这曾是我的心爱之物，在嘉峪关时经常把玩，后来姐姐给我寄了她亲手缝制的衣裙，我便把这个转送给她了。逝者已逝，如意还在。我把它呈给太夫人，让她看清内务府的印记。见这玉如意被找出来，李氏终于吓坏了，她脸色惨白地看向太夫人：“母亲，母亲，这真是个误会，孩子间玩耍做不得数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导聪哥，让他给佑哥赔不是。嫂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咱们一家人，这事就算了吧。”说着，他就要给我跪下。我侧过身，避过他的动作，只看着太夫人和赵玉华。闹成这样，太夫人也脸上无光。她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说到底是我治家不严，愧对佑哥他娘啊。”赵玉华见母亲这样说，只对我道：“事情都清楚了，不如就算了，都是一家人。”一家人？我特意嫁过来，就是怕聪哥和云景遇到这样的家人。此事干系重大，我一介妇人不敢做主，只能去请娘家人过来，再给我外祖父去信，才能分辨清楚了。既然被我带住了，今日不给你钻出水来，我就不是月无救。见我执意要把事情闹大，赵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我柔声吩咐红渊，骑快马我去娘家，把老爷太太都叫过来，就说有要事相商。红渊道：“是。”太夫人和李氏都急得手足无措，说：“何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”李氏急得满头大汗，哀求道：“我给嫂子赔不是了，嫂子莫怪。”莫怪啊！赵玉华紧紧盯着我，话中隐含威胁：“月无救，你要懂得适可而止。”适可而止？聪哥欺负佑哥时，怎么没人让他适可而止？我轻轻仰起头，凛然道：“夫君的意思，妾身不懂。御赐之物乃是大事，万不可如此轻忽。夫君在朝为官，想必比妾身一介女流要清楚。他不是喜欢说大道理吗？还有比天地君亲更大的道理吗？你……”赵玉华气急败坏，今天这事要是闹了出去，赵家的脸就全丢尽了。就在赵玉华和我纠缠之时，一把苍老的声音从堂内传出，老伯爷慢慢走出来道：“都住口！”众人见惊动了老伯爷，都连忙躬身行礼。太夫人面有愧色，叹了口气道：“都是我的过错。”李氏更是跪在地上，哭泣道：“请公公为妾身做主。聪哥还小，他真不是故意的。妾身以后定会严加管束，不让他犯错了。”老伯爷的目光在众人面上慢慢扫过，最后把眼睛落在我身上。他沉声道：“老大媳妇，你想怎么样？直说便是。”
不愧是老伯爷，知道我今日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欠了欠身，轻声道：姐姐去后，我母亲日夜悬心，为了不让两个孩子受苦，才把我嫁了进来。云锦儿、佑哥不只是赵家的子孙，亦是我们岳家的血脉。弟妹放任聪哥这样做，就不怕寒了岳家人的心。李氏再不敢狡辩，大气儿都不敢喘，只低低地垂着头。老伯爷点头道：你待如何？这就是可以谈条件了。我冷冷地说：聪哥金贵，自然只有让弟妹去严加管束，可那些下人实在是罪无可恕，请弟妹把他们的身契交出来，让妾身帮着调教，以正家法。李氏猛然抬头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与恨意。若是他手底下的人给了我，那他在府里势必会成为所有人的笑柄。老伯爷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道：老大家的过于严苛，与你名声不利。我坦然道：名声？咱们关起门来教训奴才，谁会知道？只传出去才会有人非议，可妾身既嫁了过来，自是伯府的媳妇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想必不会有人在我背后嚼舌根。老伯爷见我咬死不松口，终于叹了口气，道：老二家的，把那些人的身契交给你嫂子。李氏着急地喊道：父亲，这如何使得？老伯爷重重一拍桌子，喝道：让你教你就教，不然你这不贤不德的妇人，让老二休你回娘家去。听说要休弃他，吓得李氏浑身打颤，再不敢说话。老伯爷脸色阴沉至极，一字一句道：事情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要再提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，你们都懂。他说最后一句话时，正好看向我，我装作不知道，和众人齐齐称了一声是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李氏里子面子全都没了，他脸色惨白地把手下人的身契都交给我，再不敢多说一句，只眼神中充满怨恨。我施施然接过装着身契的匣子，凑近他耳边轻声道：我不是我姐姐，眼里不揉沙子，这次小惩大戒，你若再敢惹我，我就把你肚肠子扯出来，围在聪哥的脖子上。李氏猛地抬头，一脸惊惧地望着我，我回以一个嚣张得意的笑容，意思是我可没有开玩笑。首战大捷，我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回到自己院子里。洪渊早就调查清楚了，在一旁对我说：这个孙婆子最坏，就是她撺掇聪哥欺负佑哥的。这个春芽不好不坏，这个秀雪也不是个好的。几句话间就把这些奴才的错处指了出来。我冷冷地说：行了，各打30大板，买到苦寒之地为奴。现在我是杀鸡儆猴，若是不够狠辣，起不到震慑效果。这些婆子丫鬟听了，纷纷哀求告饶：夫人，饶了我们吧，夫人，我们错了。一时间，院子里求饶声此起彼伏。我挥挥手，带下去打，务必让整个伯府的人都能听见。洪渊一撸袖子，小胡他们最擅长打军棍，我这就让他们去。小胡也是我从嘉峪关带回来的，从前在奇袭小队负责过刑罚。可让小胡动手，这些人还有命在吗？我低声说：让小胡注意分寸，留下性命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我始终没和李氏正面交锋，这一次便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。我要的是彻底立威。这时赵玉华沉着脸回到院里，冷冷地道：我有话和你说。老伯爷刚刚把他留下了，肯定是嫌弃他管不了自己的妻子，可他老子骂他，干我什么事？我挑挑眉，和他回到正房中。岳无咎，你太过了，你姐姐那般贤惠温和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嫡亲妹妹？赵玉华呵斥道：他要是不提我姐姐，我还没有这么生气。若是我姐姐还活着，看到佑哥被这样欺辱，定然比我还要狠。我怒道。赵玉华森然道：你乃是一门宗妇，怎能这般戾气深重，刚嫁过来就敢公然违逆丈夫，驳斥长辈，将来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？我反问：你还好意思指责我？要是你能负起责任，好好照顾2个孩子，家里能出这种事？你身为人父，失职在先，不思反省在后。我是替你善后，你还敢怨我？谁给你这么大的脸？赵玉华还是头一次被我这般顶撞，恨声道：岳无咎。我高声道：怎样？告诉你赵玉华，看在我姐姐的面子上，我可以给你3分薄面，但你不要给点颜色就开染房。我岳无咎不会没事找事，可要是有人在我头上动土，就是天王老子
我也照做不误。赵玉华气急反笑道：好，好，很好。难得撕破了脸，我再不想和他装模作样。鄙夷道：我好得很，用不着你来说。赵玉华再也无法忍耐，说了一句粗鄙妇人，好自为之，然后拂袖而去。我在伯府大闹一场后，效果很好。本来我只是长房续弦，年纪轻轻初来乍到，伯府众人对我多少都有些轻视。可经此一役，大家都知道我有勇有谋，还是个硬骨头，再无人敢轻忽长房的两个孩子。外祖父曾教过我，如无把握的时候，可以暂时隐忍，可若是找到机会，必然要一击即中，永绝后患。李氏虽然和我结了仇，可他已然知道了厉害，再不敢惹我。太夫人和老伯爷对我强悍的作风很有意见，可我没有别的过错，他们也拿我没辙。云姐儿和佑哥没有亲眼见到我舌战群儒，可听了下人转述后，都对我崇拜不已。尤其是佑哥，他年纪虽小，却知道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。只有赵玉华对我怀恨在心，干脆再不来正房用早膳。他是不是以为我很稀罕他，竟然妄图用这种方式来拿捏我？我假装不知，就当没他这个人。可两个孩子无法和我一样，赵玉华不来，两人的小脑袋会四处张望，似乎很是惦记他。果然是血浓于水。既然赵玉华不来，那我就逼他来。这几日他不来正房，自然会去妾室那里。他一日不来，我便让苏氏和柳氏到我这里站规矩，一站一整天，累得他们腰酸腿疼。两人临走时，我淡淡地道：你们知道该怎么和大爷说吗？两个妾哪里不知，只念叨着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。所以无论赵玉华去谁那儿，他们都各种推脱，要不就劝说他同我和好。赵玉华气煞，喊着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干脆不回内院，只夜夜睡在书房里。我不能把他怎么样，可我能折腾他书房里的下人小厮。暴力整顿了半旬左右，赵玉华身边的人被我修理了个遍。最后他不知怎么想通了，依旧来正房用早膳。孩子们见了他很开心，我也恢复了柔声细语。等两个孩子一走，我顿时放下了茶盅，做送客的姿态。赵玉华冷冷地打量我片刻，才道：真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。我眼皮都不抬，懒懒地说：女人心，海底针，你自然是不懂。赵玉华转过身去，淡淡地说：月无咎，那玉如意真的是御赐之物吗？我心中一跳，慢慢道：我外祖父累寿圣上褒奖，家中御赐之物无数，何必说谎？赵玉华冷笑一声：那却是内造之物，可我了解你姐姐，如果真的是你祖父相赠，他不可能这么随意的交给佑哥把玩，除非那是别人给他的。他留下一句未尽之言，就这样走了。我吁出一口气，把那玉如意从抽屉中拿出来，轻轻抹撒。它温润柔和，小巧可爱。从前在嘉峪关时，我总拿出来玩。那时算了，我轻轻摇摇头。往事不可追，如今总要向前看。赵玉华比我想象中要机敏一些，看来这么多年的官没有白做。正想着，洪渊神色凝重地从外面走进来，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。竟是这样。我道。洪渊气愤道：小姐，要不要把他抓起来审审？我摇头，小心打老鼠伤了玉瓶。为了云姐儿，要谨慎行事。几日后，我把云姐儿单独叫了过来，问她：你可愿去王家的女学上学？礼部侍郎王家请了几位极有名望的女先生，在家里开办女学，只收了亲近几家的高门闺秀。这是我特意回娘家，从我娘那边找的路子。云姐儿不太懂，问道：母亲，上学是做什么？和表兄他们上学堂一样吗？我笑着说：云姐儿，女学有些不同，读的书更适合女子，还学乐理、绘画、刺绣等等。还有，上学可以读书明理，还能交到同龄的朋友，对你有益无害。云姐儿听我解释，顿时明白了，红着脸点头：女儿愿意去上学。我大喜过望，将一切安排妥当。临出发前，我找了个借口，把云姐儿的奶娘翟氏留了下来。一直以来，云姐儿对翟氏极为依恋，见她留下，频频回望了好几眼，才收回目光。我见马车走远，才对翟氏道：姐儿走了，你该交代一下了。翟氏一愣，谄笑道：夫人指的是何事？洪渊厉声道：
还敢嬉皮笑脸。翟氏见我冷笑地望着他，终于有些明白了。他眼圈一转，嘴硬道：“奴婢不懂夫人的意思。”我在上首坐着，见他梗着脖子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心中十分嫌恶。你以为你做的隐秘，事情就没人发现？你对云锦儿都说了什么？让他这般厌恶幼哥，我姐姐临终前把锦儿托付给你，你竟敢狼心狗肺，背信忘主。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，我发现云锦儿对幼哥的态度十分冷淡。和李氏交锋过后，我曾问过云锦儿，既然聪哥欺负幼哥这么久，她作为姐姐为什么不帮忙？两个人团结在一起，总不至于被欺负的那样惨。云锦儿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当时我就明白了，孩子肯定是被有心之人蒙蔽挑唆了，而那个人竟然就是云锦儿最依赖的翟氏。翟氏脸色一僵，可他反应极快，瞬间就恢复了神色，委屈道：“夫人的话，奴婢不懂，奴婢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姐儿好。”我深吸了口气，有些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宏渊冷笑道：“翟氏，是不是你对姐儿说，钱夫人是因生幼哥才过世的，要是没有幼哥，夫人就不会死？”这些诛心之话，若不是我找人在云锦房里潜伏了数日，根本无从得知。翟氏被我说中隐秘，顿时慌张地摇头：“没有，奴婢没这么说过。奴婢可以发誓，奴婢没说过这样的话。”我盯着他，慢慢道：“你的这些小心思，我已经一清二楚。姐姐去后，你与幼哥的奶娘宋氏不和，所以离间两个孩子的关系，让云锦儿只认你一个人，只听你一个人的。”除了这些话，他还说了不少，什么别人对锦儿都不是真心的，只有奴婢对您是真心这一类的话。我冷笑道：“至于为了什么，应该是为了你那不成器的弟弟，你偷拿了云锦儿的首饰去典当，被宋氏发现了，所以才会做这种蠢事。带上来。”我话音一落，一个鼻青脸肿的猥琐男子被绿起拎了出来。翟氏一见这男子，顿时呼出来：“宝根，你怎么了？”他眼中露出一丝怨恨，道：“夫人，你抓奴婢的弟弟作甚？他是无辜的。”宏渊喝道：“大胆，竟然敢这样和夫人说话！”我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你这个弟弟吃喝嫖赌，无一不精，仗着伯府的势力，在外欺男霸女，恶行昭彰。若不是你还有一点用处，我早就活剐了他。”那个叫宝根的男人大声呼救道：“姐，救我！”我让绿旗把他带下去，对翟氏一字一句道：“你若只是小偷小摸，我还能容下你，可你离间云锦儿幼哥的关系，是为心术不正，我便留不得你了。”翟氏拭了拭泪，昂首道：“夫人，奴婢是钱夫人安排给云锦儿的，你要是撵了我，岳家夫人不会同意的。还敢拿我母亲说事，果然胆子不小。”我冷笑：“母亲早说过，一切都按我说的来。你的身契他早就给了我，我想怎么料理你就怎么料理你。若不是早从母亲那得了准话，我才不会来这趟浑水。”翟氏又不死心，慌张地说：“夫人，云锦儿从出生起就跟着我，等闲离不开我，撵了我，您就不怕他怨您恨您吗？”宏渊气呼呼道：“你一个奶娘，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些。”我知道翟氏在打什么主意，无非是拿云锦儿说事。孩子还小，很多事都不懂。我毕竟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若是强行将翟氏撵走，云锦儿说不得会心生怨恨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留不得他。我冷冷地望着翟氏道：“今日等到云锦儿放学，你就去同他说你弟弟成亲了，要接你去享福，所以我额外开恩放你出府。日后只要有时间，你就回来看他。至于后面的事，不用你操心。”翟氏死死盯着我，不发一言。我淡淡的说：“翟氏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一会儿你说错一个字，你弟弟身上就少一样东西，你且想好了，他这样的人能挨得多少刀？”翟氏嘶吼一声，用力挣扎着要扑过来。宏渊一只手就制住了他，喝道：“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放开他，让他自己想清楚。这种事总要翟氏配合，才能处理得更好。”翟氏浑身发抖，脸上露出困兽犹斗的神情。我也不催他，只静静地望着他。过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，他终于如同泄了气的灯笼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神情衰败绝望。我道：“可想好了？”翟氏轻声道：“奴婢
奴婢懂得了，奴婢去后，请夫人联系云姐儿，好好待她。我冷笑，云姐儿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我自会好好待她，用得着你一个恶仆去提醒？话说到这里，已经差不多了。等到云姐儿下了学，翟氏脸色变了又变，终于还是抵不住对弟弟的疼爱，终于对云姐儿说了那番话。云姐儿脸色大变，依依不舍地哭着让她别走。红渊在一旁劝道：姐儿有所不知，翟妈妈是去享福呢，和弟弟弟媳一家团聚，你若是不让她去，她老来无依，不是更可怜？云姐儿泪眼婆娑地问道：妈妈，这是真的吗？您不是说永远不会离开我吗？翟氏心痛至极，这几年他小偷小摸是真，可对云姐儿的疼爱也是有的。在伯府的日子多么舒服，他宁死也不想出去。可弟弟是他心头宝，他不敢违逆我，终于咬了咬牙，道：红渊姑娘说的没错，奴婢是去享福呢，姐儿莫要惦记了。红渊顺势道：妈妈以后有时间，定然会回府里看望姐儿的，姐儿放心等着吧。翟氏干巴巴地点了点头，紧紧抱了抱云姐儿，含泪道：姐儿，你以后要听夫人的话，好好过日子，妈妈这就去了。翟妈妈走后，云姐儿大哭了一场，睡着之后小脸上仍有泪痕。我把几个丫鬟中最温柔灵巧的摇晃留在了云姐儿那，让她好好宽慰这孩子。当初在姐姐生病过世的那一年里，翟妈妈是唯一陪在云姐儿身边的人。一个孩童骤然失去母亲，现在又失去了亲密无间的奶娘，实为一个不小的打击。可我相信她能挺过来。云姐儿不再是一个人了，她有我，有佑哥，有赵玉华，还有学院里的同窗师长。以后她的世界会越来越大，慢慢的就会忘了这个居心叵测的老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云姐儿整日郁郁寡欢。我对她说：母亲懂你对翟妈妈的感情，可天下无不三之筵席，翟妈妈是去过好日子，你该为她开心。云姐儿红着眼睛道：母亲，娘去世后，翟妈妈说我只有她了，现在她也不要我了。我心头微痛，闭了闭眼，轻声说：你怎么会只有她？你还有我，还有你爹，还有祖父祖母、外祖父外祖母，还有佑哥，我们是你的亲人，是最爱你的人。我扶住她的肩膀，鼓励道：云姐儿，你太外公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，是大英雄，你也是将门虎女，母亲相信你，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坚持下来。云姐儿抬头望着我，目光中渐渐坚定起来。她重重点了点头：母亲，女儿明白了。云姐儿将会慢慢成长起来，我想教会她的不只是分离，还有坚强。云姐儿很快就恢复了过来，连对待佑哥的态度也终于有所改变。这段日子里，我时不时地教导她，告诉她同胞兄弟的重要性，并认真澄清她母亲的过世和佑哥没有半点关系。这确实是事实。这些话不止我在说，姚黄也会说，他的先生也会说。慢慢的，云姐儿对佑哥的戒心消除了，姐弟俩渐渐变得无话不说，亲如手足。我收拾翟妈妈的事并不算隐秘，只能瞒住云姐儿、佑哥这样的孩童，却瞒不住伯府其他人。在太夫人和李氏看来，我所以仗的无非是岳家，可我这样不留情面的撵了姐姐留下的老仆，娘家多少会对我有些意见。可我母亲不仅没有，反而在看到两个孩子的变化后，感动地抱着我大哭了一场。然后她大手一挥，斥巨资送了我一座精雕的马场。母亲是想感谢我，肯定我的付出。伯府里想看我笑话的人，终于悻悻然偃旗息鼓。我也很感慨，母亲虽然没养过我，却很了解我。从前我心里有事，在伯府待着，并不觉得有多难受。自从孩子的问题一一解决后，我越发觉得日子难熬。10年啊，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？我想念嘉峪关的风，想念嘉峪关的沙，想念从前策马奔腾的自己。我也惯了，实在受不了拘束。我娘给我买这个马场，简直是送到了我的心坎里。望着宽阔平坦的场地，我心情激动昂扬。从嘉峪关带来回来的马儿，好久没有舒展筋骨，都长膘了。我狂跑了一整天，不仅丝毫不疲惫，反而神采奕奕。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。接下来，我每天都泡在马场，有时还带着云姐儿和佑哥一起，让人给他们找2匹小马骑着玩。按道理说，我这个世子夫人不该每天都出门，
可太夫人不管事，李氏也不敢触我眉头，我只说出门经营马场，谁也不好说什么。这段时间，赵玉华也变了很多，他已经明白我并不待见他，可他似乎习惯了和我相处，来正房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时还暗示我想留宿。对赵玉华，我几乎什么难听的话都说过，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能对我产生兴趣。可拒绝他次数多了，我担心会影响2个孩子。说到底，赵玉华是他们的亲爹。从嘉峪关我带过来4个得力的手下，分别是洪渊、绿绮、姚黄、子欣。洪渊擅长情报探查，绿绮尤善刑讯逼供，姚黄善解人意，洞察人心，子欣杀人如麻，冷酷无情。这种事我好像只能和姚黄商量。姚黄温柔地笑了笑，说：据属下观察，姑爷这个人自视甚高，小姐对他不假辞色，他反而激发了征服欲。说完，他撩了撩额间发丝，男人就是这么肤浅。我抚了抚额，道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知难而退？姚黄想了想说：自尊心越强的男人，越担心被拒绝，您只要远着他，淡着他，他自然就懂了。希望如此吧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对赵玉华越发冷淡，日日跑到马场去避着他。赵玉华却并没有退缩，反而越发来劲儿，整日讨好我，送我礼物，有时还跑去马场接我回家。伯府的下人们见了，开始传我贤良淑德，用心教导姐姐留下的孩子，终于打动了世子爷的心。就连我娘家母亲都听到了风声，跑来对我说：其实你姐夫这个人并不差，也算是文武双全，前途无量。你若能想通了，和他好好过日子，娘也就放心了。什么跟什么，这都是他一厢情愿。我被赵玉华骚扰得不厌其烦，一日我在马场正琢磨着怎么揍他一顿，忽然不远处有一人冲我策马奔来，他的身形极为熟悉，越近越看得我心惊，竟然是故人到了。对方一见我，展颜笑道：小武，许久不见了。阿泽，我轻声叫道。自嘉峪关一别，我们已经快2年没见。阿泽如往日那般清俊俊美，他熟练地与我并齐，一边深深地望着我，一边埋怨道：回到京城这么久，你竟然都没想着去看看我。我自然是知道他住哪里，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我只道我现在的身份不方便和你联系。阿泽忽然停下，叹了口气，问道：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我看向远方，道：很好，2个孩子都成长得很好，伯府无人敢惹我，只要解决了赵玉华的痴心妄想，一切都还不错。阿泽垂下头，轻声道：你觉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悄无声息地叹了口气。这天我们在马场一起骑了很久，就好像从前一样，直到我的马发出抗议，我才带他回去喝水吃草料。临走时，阿泽轻声说：小武，我以后想见你，还能过来这边吗？我坦然道：马场开门做生意，你自然可以来，只不过还请和今日一样微服过来。阿泽露出一个由衷的笑容：小武，我今日真开心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不由得心绪起伏，想起我和阿泽在嘉峪关那些逍遥快活的日子，我忽然有种想哭的感觉，因为我知道时光一去不复返，再不会有那样的日子了。回家后，赵玉华脸色阴沉地在房中等我，好像有人欠了他10万两银子。有事吗？我无精打采道。赵玉华慢慢抬起头，盯着我的眼睛道：你今日和谁在一起？赵玉华的口吻好像在兴师问罪，让我很是反感。我静静看了他片刻，道：我和谁在一起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赵玉华额上青筋暴露，怒道：我今日特意绕路去接你，却看到你和一个年轻男子在一起，毫不自重。岳无咎，你是我妻子，可你从未对我这样笑过。原来他看到了我和阿泽，那他应该没见到阿泽的样子，不然就不是现在这个反应了。我对赵玉华的愤怒嗤之以鼻，无语道：我是嫁给了你，不是卖给了你，你凭什么对我呼呼呵呵？若是从前，我非打掉他几颗牙。赵玉华猛地站起身，一下子走到我跟前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不愿与我同房，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别人吗？他和我的距离太近了，让我有些不舒服。我沉声道：松手。赵玉华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不松。
除非你给我说清楚。一股无名之火涌上我心头，我用力一甩，喝道：你不要动手动脚。赵玉华被我甩开了手，眼中越发不忿，欺身过来道：无咎，你既已嫁给了我，就要和我做真正的夫妻，为我生儿育女，与我长相厮守。他这是想对我用强。因为动静有些大，洪渊和绿绮立刻从外面跑了进来，戒备地望着赵玉华，随时打算动手。赵玉华大喝道：滚！我对洪渊和绿绮摆了摆手，他们对视了一眼，知道我吃不了什么亏，于是慢慢退了出去。赵玉华却以为我顺从了，一把把我推到墙边，深情道：你还小，不懂什么是夫妻之情，我以后会好好待你的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终于忍不下去，猛然间一掌挥出。赵玉华与我距离太近，来不及防备，只能不自觉地格挡了一下，泄了部分力道，可还是被击中了胸口。你……下一秒，他喷出一口鲜血。赵玉华右手捂胸，震惊地望着我，道：你竟然会武？我静静地望着他，抿了下嘴唇，道：我在嘉峪关长大，会些拳脚有什么奇怪？刚说完，赵玉华又咳了一声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血。方才我太生气了，没收住力道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有些心虚道：震伤而已，并不严重。赵玉华苦笑一声：越无救，我真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我10岁习武，自然知道你武功不弱。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要知道，我是你夫君，还10岁习武。我嗤笑道：你那算什么练武，顶多是花架子罢了。习武从来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杀人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历练出来。赵玉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低声道：我一直就觉得你看不起我，原来竟然是真的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想再藏着掖着。外祖父说过，你们这些京官都是贪图享乐、尸位素餐之辈，当然你别介意，这些人里也包含我父亲。外祖父喜欢无差别攻击所有文官，我从小深受外祖父教养，自然把他的话奉为圭臬。所以从一开始，众人都说赵玉华文武双全，一表人才，是个很好的夫婿人选，对我来说都是狗屁。文官本就是我最讨厌的，武艺他也不可能比得上我，甚至比不上红、绿、黄紫。我望着赵玉华，直截了当道：我不适合伯府，更做不了一个好妻子，我愿意嫁过来，只是为了2个孩子。我和母亲有10年之约，10年之后我会回嘉峪关去。迂回的办法行不通，就只能直接一些。赵玉华震惊之色更甚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你把我晋阳伯府当做什么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赵玉华唇边带血，痛楚道。我冷笑，若不是你不能好好照顾佑哥和云景，我又何必牺牲自己宝贵的10年？你以为我愿意整日待在这破院子里？既然说开了，就请你好好配合，把孩子养好，日后我走了也会念你的好。赵玉华慢慢抬起头，眼中露出森然寒意。我若不同意呢？你是我妻子，我不同意，你走不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道：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走就走。你要是愿意和离，那再好不过，你不愿意，难道还能拦住我？不是我小看他，就算是把整个伯府的人手都加上，都不够红、绿、黄、紫一人砍2刀的。赵玉华紧紧握拳，一言不发地狠狠盯着我，他的眼睛充满了不甘。我不想把他逼急了，轻声道：10年过后，孩子们便不再需要母亲，而你大可以娇妻美妾，享富贵人生。姐夫，我不喜欢京城，你要是对我还有些感情，就别阻拦我。赵玉华走后，我派人去给他送了些伤药，我怕他要面子不敢就医，万一伤重也是我的麻烦。可这件事伤他不轻，接下来好几日他都闭门不出，连带着2个孩子都很担心。洪渊道：京城里的人果然脆弱的紧。绿绮说：这要放在咱们嘉峪关，杜长子流出来，塞回去继续打。子欣平时话最少，此时也道：没用，只有姚皇哭笑不得，姑爷伤的是心，而不是身子。你们几个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啊？我不禁莞尔，除了我之外，就连我的人也不适合京城。我不去打扰赵玉华，让他慢慢想通。接下来仍旧每天跑去马场玩耍。阿泽每隔3、5天都会过来玩一会儿，他不谈风月，每次只和我跑马聊天。
可我怕再刺激了赵玉华，对阿泽说，近日你还是少过来。阿泽强笑着说，可是你婆家人说了什么？我叹了口气，我夫君，上次见到了咱们在一起。你要知道，内宅不宁也很麻烦。阿泽垂下头，片刻后才道，好。等我走到他前面，我才听他低声说了句，咱们回不到从前了，是吗？我闭了闭眼说，是，回不去了。正说着，我只见赵玉华脸色雪白，站在角落里，已经不知等了多久。看到阿泽的脸后，他终于再也无法冷静。微臣参见太子殿下。再回去的马车里，赵玉华再也控制不住，我本想和你好好谈谈，谁知此人竟然是太子。岳无咎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我见他双眼发红，神色阴暗执拗，想是不弄清楚不会死心了。若是我一直闭口不说，说不定他还会想歪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道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其实真的没什么。事情要从15年前说起。母亲生我之时，父亲正好在嘉峪关附近为官。我不到2岁，父亲接到调令，要去别处做官。母亲见我年幼，不忍我长途跋涉，于是把我留在了外祖父家里，这一留就是15年。从小，外祖父是把我当男孩养大的。我12岁时就随外祖父上镇杀过敌。当时外祖父有4个孙子，家中便让我排行第5，对外宣称我是外祖父的第5个孙子。哥哥们从小都叫我小五。想起那些年的事，我慢慢陷入回忆之中。那年我13岁，阿泽被圣上送来嘉峪关历练。当时除了外祖父和舅舅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。舅舅为了不让阿泽出事，并不敢让他上前线，只把他交给了我四哥，让四哥带他四处熟悉，找些事情做。可四哥嫌麻烦，不想整日陪着毛头小子，就把他推给了我。谁知我和阿泽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我们俩四处去打猎、跑马，有时我还带着他去执行一些小任务。那时可真好，我和阿泽俩整天嘻嘻哈哈，快乐得像2只猴子。可嘉峪关并不是一直平静，时有敌人来袭。一次我接了个任务，去夜袭敌营，引蛇出洞。为了让阿泽长些见识，我特意叫了他一起。谁知那次我大意了，敌人似乎知道太子在此地，来的敌人比往日多上数倍。我们没等到接应，一路上就被杀得溃不成军，险些丧命。幸好我身边的人都身经百战，终于找到一处隐蔽之地，躲藏了起来。当时我还替阿泽挡了一箭，现在我肩上还有那个伤疤。如今想想，幸好我够义气，若是阿泽在这场无名战役中丧命，整个嘉峪关都担待不起。当时阿泽抱着我直哭，说以后一定不负我，要和我共富贵什么的。我说这有什么，我们行伍之人，就算是肚肠子流出来了，塞回去一样继续杀敌。阿泽满脸鼻涕眼泪，呜咽着说，小五，你的嘴比你的刀可硬多了。最后关键时刻，三哥四哥终于领兵来驰援，救了我们2条小命。我们这次死里逃生，外祖父大发雷霆，我由此知道了阿泽的真实身份。当时回想起来，真是倒抽一口冷气。阿泽也知晓了我不是威猛将军的孙子，而是他的外孙女。赵玉华始终静静地听着，像尊雕像般静止不动。直到我说到这里，他才干涩着说，那秉玉如意。我轻轻点头，是，那是太子殿下送给我的。我和阿泽本就是光明正大，从无半点龌龊不堪。只不过快乐不知时日过，后来陛下召他回去，临走前阿泽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做太子妃。我思考了一晚上，拒绝了他。我对赵玉华道，我并不是自惭形秽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事实上，外祖父说我巾帼不让须眉，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孩子。我只是觉得自己当不了一个太子妃，更不用说母仪天下的皇后了。所以我把阿泽送我的东西转送给了我姐姐，就是代表着我要忘却前尘。赵玉华嘴角扯出一抹自嘲的笑容，他凄然道，那你为何还要回来？连太子妃之位都留不住你，我赵玉华又何德何能？我轻轻耸了耸肩，姐姐病重，我回家奔丧。那时我才发现，父母身边只剩下我一人，我便留了下来。再后来，一切都是造化使然。赵玉华听了半晌，似乎心神大振。
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是一定会回家玉关的，因为那里才是我家。现在我留下来，只是为了父母之恩，姐妹之义，不是为了你，从来都不是。赵玉华长叹一声，一拳猛然打向马车，砰的一声，他手上鲜血直流。无论你有何过去，你现在是赵家妇，你欠你父母的，可我又不欠你的，我又该怎么办？赵玉华嘶吼道。我无力地闭上眼睛。赵玉华摇晃着我的肩膀，眼中透出热切。无救，你就不能把心放在我身上吗？我以后会带你回家玉关省亲，我会去拜见你外祖父。无论如何，你也是个女子，你总要嫁人的。我推开他，铿锵有力地说，谁说我将来不嫁人了？家玉关有无数大好男儿，我根本不愁嫁好不好。日子过得飞快，直到云姐8岁，佑哥5岁。这一年起，佑哥也进了学。他上的学堂是赵家族学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岳无咎最是护短，所以就连独霸学堂2年的聪哥也不敢给佑哥使绊子。佑哥每日趾高气扬地跑去学堂，然后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，给我讲学堂发生了什么鸡毛蒜皮。而云姐儿越发像个大姑娘，她长得越来越像我姐姐，连性情也像她，宽和大度，温婉懂事。可我不想她这么懂事，懂事只是便宜了夫家，就像当初赵玉华对我姐姐那样，予取予求，把自己当大爷供起来。真正的快乐是要顺从自己的心意，所以除了教导云姐外，我会偶尔给她找些小麻烦，观察她如何处理。无论她怎么做，我都会给她复盘，告诉她怎样才能利益最大化。云姐儿几乎把我当成了亲娘，有次笑着说，母亲这身本领可是从父亲身上练就的。我也不生气，道，你父亲那样的还不值得我出手。经过2年的时间，2个孩子越发依赖我，信任我，尤其是佑哥，慢慢脱去胆怯，偶尔还会淘气起来。我始终认为男孩子可以淘气，只要能抗住我的家法，淘气也是一种选择。可这孩子最近学坏了，只要我教训他，他就会四处逃窜，大呼小叫，喊什么夫子说了，小杖受大杖走，儿子不是不孝，儿子是听圣人言。什么狗屁圣人！赵玉华这2年沉稳了不少，他对我的感情越发含蓄。他不再哀求我留下，只是用心证明自己值得，颇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意思。他对我很好，好到在京城里甚至有了宠妻狂魔的显名。可惜他还是不懂我。我当初是喜欢过阿泽的，他承诺我未来国母的位置，我尚且拒绝了。我是不会为了区区一个男人留下的，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就这样，将入年关，我即将在晋阳伯府度过第3个新年。京城本来热闹非凡，可在这些热闹中，我却嗅出了一丝人心浮动的味道。我娘特意跑来对我说，你爹说了，圣上近来身体不适，几个皇子蠢蠢欲动。前些日子，李贵妃所出的3皇子被申斥了一通，说是过完年就要赶回他的封地去呢。我明白了，这种感觉是阴谋爆发的前夕。早膳时，我对赵玉华说，3皇子必是不会安安分分回到封地的，若我是他，会趁着过年闹出些事来。早年前外祖父早就和我分析过几个皇子，阿泽是太子，深得圣心，只不过他早年丧母，所以其他几个皇子总有些不甘心。赵玉华见我这样说，神色凝重道，你放心，我在刑部和他们牵扯的不多，家里这几日也会加派人手巡逻，就算闹出乱子，咱们也不会有什么事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伯府还好，高门大户，可那些平民百姓呢？他们该怎么办？到了新年这一夜，全家都聚在一起守岁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乱了起来，整条大街上时有人马经过，更是有些流窜的贼匪，四处趁火打劫。因早有防备，赵玉华连同几个兄弟都在府里严阵以待，各处都安排了不少人手。太夫人身子不好，一听这些吓得浑身打颤，一边念着阿弥陀佛，一边说，造孽啊，真是造孽。我安慰道，3皇子的人只会去攻打皇宫，暂时不会对勋贵人家动手，外面那些人大多是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，实则不足为惧。太夫人点头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李氏平日不敢驳我的话，可眼下估计是吓着了，嘟囔道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
我放下了手中的茶盅，忽地站起来。李氏吓了一跳，你干嘛？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我冷笑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也出去看看。说完，我带着洪渊走到外面。不知是不是有人与伯府有旧仇，大门口外少说集结了200-300人，正明火执仗，高声叫骂。就是他们家的夫人为富不仁，放印子钱，搜刮了不知多少民脂民膏，兄弟们给我冲进去，那些金银都是我们的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些魂不领的骂骂咧咧。这个队伍显然大部分都是贼匪一流。众人听了这些话，脸色都有些难看。李氏这2年在放印子钱，看来得罪了不少人。赵玉华的二弟惊慌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府里并没有这么多人手，这300人要是冲了进来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”三弟道：“不行，咱们逃吧，总比坐以待毙强。”赵玉华相对镇定道：“不可，后门的人也不少，我们在府里好歹还有屏障，若是出了门，岂不是更危险？”几个人争执了几句，都是毫无办法。大乱之下必有小乱。这个时候，巡夜的金吾卫肯定自顾不暇，勋贵之家只能靠自己的武装力量。我微微攥了攥拳，毅然转身返回院子里，把手底下的人都召集了起来。这些年，我从嘉峪关共带了30人来到京城，他们都是奇袭小队的精锐，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，都曾手刃无数敌人。我让大家穿上薄甲，拿出武器，道：“走，该咱们出手了。”我们一行人来到大门前，赵玉华见我一身戎装，失声道：“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我越过他发号施令，道：“现在把家中所有人手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守好正堂，太夫人、老伯爷和孩子们都在那里；另一部分分别守好府里其他的后门角门。”赵玉华焦急道：“你想做甚？”无咎，现在不是玩笑的时候。我冷声道：“你们才是在玩笑，敌人就在大门后，你们可有应对之策？若是被他们撞开大门，难道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？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我大声喝道：“所有人都让开，我们打开门，让他们进来，瓮中捉鳖。”“不可啊，不可啊！”赵玉华的几个弟弟都是一脸惊恐。我们只等金吾卫来救，总比现在送死的强。我一手扒拉开这几个人，掏了掏耳朵，说：“行了，别让我再废话了，都回正堂去。”我不想和他们继续耽误时间，干脆让洪渊把他们请回正堂。李氏在堂内哭道：“你肆意行事，可别连累我们。”太夫人也说：“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”只有云姐儿和佑哥的声音传出来：“母亲肯定会胜利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，许久不曾有这样的感觉。手握2柄横刀，我大喝道：“开门！”大门缓缓打开，门外火光晃动，那些人争前恐后的扑了进来，脸上都挂着贪婪的表情。“开门了，开门了！他们怕了，兄弟们，金银珠宝要多少有多少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森然道：“今日进来的，一个都不留。”我手下人皆大喝道：“杀！”这声音震耳欲聋，在黑夜中犹如一道惊雷。200-300散兵游勇，对我们这群在真正的战场上经营过的战士来说，犹如砍菜切瓜。我尚未动手，子欣已经嗖的一声冲了出去，手起刀落，瞬间砍死了5-6个人。空气中血肉横飞，一时间犹如踏入修罗地狱。门外为首的人冲进来，本以为我们已经放弃阻挡了，脸上还挂着贪婪馋咸的笑容，可瞬间已经身首异处。他们顿时慌了，可怜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多么可怕的对手。洪渊和绿绮几乎同时出手，一个喊着：“这次杀人最多的一定是我。”另一个嚷嚷着：“我的刀已经很久没喝过血了。”伯府正堂内一片安静，刚刚叫嚣的几人全都目瞪口呆。我不能再愣神，连忙冲了上去。再不杀，就都被他们抢光了。这300个人仿佛稻草扎的靶子，我们30人一拥而上，不说片刻，几乎是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就已经杀得干干净净。最后几个人见我们如同杀神一般，几乎吓尿了裤子，哭嚎着转身就跑。我连忙喊门口的小厮关门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既然选择了进来，那就别想走了。这几人吓得浑身颤抖，一边跪在地上求饶，一边说：“我们真的错了，我们被人骗了，我们再不敢了。”
子欣说：“废什么话，杀了完了。”绿起道：“不行，也得留下一个审审，看他们是谁派来的。”子欣眼中寒芒一闪，横刀出手，迅速抹了几个人的脖子，只留下了一个，活口有一个就够了。绿起，我让人把尸首都拉过来，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伯府门口，以作警示。太夫人等人根本不敢出来看这些尸体堆，早在我们把前门的尸体砍得手脚飞溅，支离破碎时，李氏已经把胆汁都吐出来了。赵玉华静静地望着我，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你吗？”我派人牵了马来，一跃而上，道：“我要去外面看看。”赵玉华死死拉着我的缰绳，道：“你不要出去，在府里一切都好说，可外面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”我看向远方，坚定道：“咱们府里没事了，可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受苦。远方皇宫的位置也是一片火光，我相信阿泽，他不会做无准备之战。陛下圣明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我要去外面收拾那些居心叵测、趁火打劫的人，以免无辜的百姓受到这场皇权斗争的波及。走，我们杀出去。今夜的京城注定无眠。”出了门后，我先带着人去了岳家。我爹是个老狐狸，仇家没有最多，只会更多。果然，他们那里交战正酣，府里家丁侍卫已经死伤了大半。见我到了，我爹精神一振，顿时开始叫嚣起来。我一马当先，砍掉了为首自贼人的半个脑袋。正所谓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这群人顿时群龙无首，我的人一拥而上，片刻间把他们杀了个片甲不留。接下来我挨家挨户的溜达，只要见有人趁火打劫，就手起刀落。一晚上下来，我的横刀不知引了多少人的鲜血。中途我还和金吾卫副统领接上了头，他对我的仗义出手十分感动。我们兵分两路，拯救了不少百姓于水火。等到太阳升起，一切终于落下帷幕。三皇子被幽禁，母妃被镇杀，一干叛乱将领全都束手就擒。等我带着一身血回到伯府时，众人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只有赵玉华和2个孩子跑过来，担心地问我是否受伤。见血都是别人的，才放下心来。李氏等几个妯娌女眷从我身边经过都不敢大声，太夫人更是看我一眼就要受惊的地步。真是的，我可是救了他们的命哎，怎么这么无理？此事过后，圣上论功行赏，金吾卫副统领把我的一举上报给朝廷。我爹从中斡旋，把这份功绩算在了赵玉华的身上。赵玉华愕然道：“你为何要这样做？”我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没欠我吗？当初我说我要走，赵玉华死活也不同意。现在我就是要让他欠了我的。”赵玉华呆住了，过去良久，才轻声道：“和离书，我会写的。”番外，8年后，我将云姐儿送上花轿。她感激地说：“母亲，女儿会好好过日子，绝不辜负你的教导。您可以去追求您喜欢的事情了。”这孩子真是懂事。我点头，收拾行囊时，佑哥蹦了出来，说无论如何让我带他一起走。这可不行，你爹是伯府世子，你是他的长子，怎么能跟我走呢？家里有爵位要继承啊。佑哥不干，整日撒泼打滚。母亲，你带我走吧，求求你了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也想去看看你心心念念的嘉峪关。赵玉华此时鬓间已有白发，他对佑哥说：“去可以，考上秀才，你就可以跟你母亲去。”佑哥高兴地欢呼一声：“儿子一定考上。”等他走后，我无语道：“就他能考上才怪。”赵玉华笑着摇摇头，缓兵之计。我反问道：“那要是他真的考上了，你待如何？”赵玉华道：“那你就带他走好了，历练几年，说不定还能像点样子。我都要回去了，还要带着身高7尺的儿子，凭什么啊？”我严重怀疑赵玉华没安好心。这些年来你也不容易，我走后你就续弦吧。我心情好，就特别通情达理。赵玉华脸上挂着淡笑，道：“这就不劳你操心。总之，你要记得，你想回来，随时可以回来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一直以来，我是很讨厌他的。可习惯是件可怕的事，我现在面对他，就像面对自己的亲人。姐夫，不要等我了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说完，
我去和父母告别，再相见，不知是何时了。嘉峪关，我来了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